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冷漠无情的脸，呆若木鸡的眼，顶流邓为带来避坑式演技。长相思2近期的著名场景为数不少，谭健次的抢亲之举令我深感其帅气非凡。在抢亲之场，香柳那坚定的口吻，毫无商量余地的姿态，虽令小妖心生不悦，然而却使观众深感畅快。若香柳在抒发自身爱意时亦能如此爽利，那便好了。相较于其他男主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表现，香柳认定一事便付诸行动的性格着实极具魅力。即便女主亦对该决定表示费解，不知为何要于此际以这般决定将其摧毁。然而，能够领会香柳此行为的正确性。赤水风龙对小妖的喜爱，仅是垂涎其容貌，而与之成婚，也不过是欲借此扩张家族势力。此点从赤水风龙至小妖家中提亲时的表现便可察知。在小妖的家中，赤水风龙为迎合小妖爷爷的喜好与之对弈，其后竟为其举所迷，全然将小妖晾在一旁。若为涂山璟或香柳处此般时刻，定会巴不得目光时刻落在小妖身上，须臾不离地守护着他。此般情形被观众目睹后，亦有言论称赤水风龙对小妖毫不关心。其后，赤水风龙于婚礼中的表现，充分印证了香柳此般举措的正确性。因先前誓言所限，小妖无奈应允香柳之求。当小妖欲离婚礼现场之际，赤水风龙仅凭一言，便任其离去。日后您欲如何惩处我，我皆愿领受。正是由于此句话，赤水风龙最终获取了枪弦，以落水作为代价给予的补偿。试问，若真使小妖嫁给如此一个男子，她日后能获得幸福吗？然而，香柳的人格魅力在于其敢作敢为，相较之下，涂山璟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其中角色设定诚然是一方面因素，然而更为关键的在于演员对角色的解读。邓为所饰的涂山璟，乃原著里的官配，亦是诸多观众期望能与小妖携手至终的男子。然而，邓为仅凭自身之力，硬生生的使妖璟组合分崩离析。邓为于剧中所饰角色为涂氏家族之继承人涂山璟，其早被家族长辈指定与防风一族的防风一应结为姻亲。然而，身负婚约的涂山璟于偶然之际对纯真无邪的小妖心生爱意，此种关系致使涂山璟始终无法确切地吐露爱意。那么，这要求演员需以其他方式呈现这种未宣之于口的爱意。那么，涂山璟是如何进行表达的？此乃当涂山璟目睹小妖与香柳同行之时的模样，此乃涂山璟与小妖心灵契合之态，此为涂山璟向小妖求娶之态。这分明是3种情绪，然而邓为却将其演绎成了同一类：呆滞的眼神、紧蹙的眉头、始终如一的表情，似乎并非是在表露对小妖的喜爱，而是在审视他，讲清楚你究竟是不是枪弦安排在我身旁的卧底。诚然，此句乃戏言。邓为的眼神戏给人感觉较为生硬，总归是有所欠缺。在此周生如故这部剧集，其中任嘉伦的角色设定和邓为的存在相似之处，一则为师徒之意，一则身负婚约，此2人皆无法堂而皇之地表露对女主的喜爱之情。然而，任嘉伦所演绎的周生辰，凭借眼神戏，将那种虽未言语，却情意深浓胜过千言万语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当周生辰久战未骸，再度见到已然长大的崔十一时，其眼神中蕴含着欣赏、惊羡与喜爱。当周生辰与崔十一于船上不经意间目光交汇，周生辰眼中那毫不掩饰的喜爱着实直白地呈现在了观众眼前。当周生辰目睹崔十一盘起长发预备出嫁之际，其眼底尽显落寞、无奈与心疼。如此精妙的眼神掌控，
观众自然能够感知到。故而，经此对比，邓卫在尺度把握方面稍显逊色。接下来，我们再次谈及《长相思》。《长相思》中4位男主的设定，极易使众人将4名男演员予以对比。如此相较，孰优孰劣清晰可见。例如，枪玄向小妖示爱的那一场戏，枪玄在小妖几近崩溃之时，首次切实地表露了自己的情意，以近乎恳求的口吻道出“我喜欢你”这4字。随后，此人仿若卸去重负，身体开始绵软无力地瘫倒，其语气也由祈求转为委屈，开始纵情宣泄内心潜藏多年的爱意，眼神亦渐趋癫狂、固执，乃至以死胁迫。张晚意的此番演绎，由平静渐至癫狂，把枪玄对小妖的喜爱以及几近疯狂的掌控全然呈现，足见其演技之精湛。再来审视当下《长相思》中呼声颇高的谭健次，其名场面为数不少。例如，小妖于决斗场中激动地拥抱着香柳这一著名场景，谭健次把小妖突如其来予以的拥抱所引发的从始料未及到慌乱无措再至欣喜的情绪成功诠释了出来。以网友的表述来讲，即为心脏漏跳半拍之感。谭健次不仅将此点演绎了出来，亦使网友有所感知，此乃一名优秀演员的过人之处。再来看今日的主角邓卫，其演技着实是，我们亦从其著名场景雷林虐杀展开探讨。当涂山璟目睹小妖遭虐杀身亡后，其表示震惊的方式为缓缓睁大双眼，这莫非是因视线不清而需睁大双眼以观之吗？而后，涂山璟将小妖拥于身前，深情落泪，上演了一场哭戏。知晓邓卫欲展现悲伤之情，然而其表情与动作却仿若在审视四周火情，眼泪、表情与台词各自为政，如此的表演组合起来，徒留尴尬之感。的确，实非剧演技劣，而是优人相较。作为我们的最后一位男主赤水丰隆，鉴于其戏份较少，在此我们不对其演技予以过多评述。毋庸置疑，对于涂山璟这般在剧中具重要作用的角色，导演必然是经过审慎考量的。我们审视一个演员的演技时，不应秉持一成不变的视角，而应为演员提供成长的余地。坚信伴随作品的不断积累，邓卫的演技将愈发精湛娴熟。那么，诸位认为邓卫于剧中的演技表现如何呢？